辛酸和苦痛，前去和你相拥，却无法与你影子般相守，永不可分割。比起那些温柔，在最深的深处，双手触摸到的也只有伤痛。祈求让我们唯一的灵魂相通。而如今我们已经不会再做梦，不再贪念温暖，逃出黑夜之后，才能经过黎明前残酷的温柔，阳光的刺痛。当我们选择放弃孤寂的等候，找到说出口的最真切的承诺，这世间总有人为了爱愿意痛，为了一个人找到这一生。佛传被葬到了天齐墓的最顶端，甚至超过了历代大祭司埋葬的位置。他曾跟我说过，那是离神主最近的地方。谢谢你，你的这些把戏，佛传教你的。你都看出来了？我当然看出来了，和他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元一说的对，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我还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呢，大祭司还捧着那颗珠子，认定了那就是佛传大师的精元，一个劲儿的喊着是天齐门的至宝。就让他去供奉着佛传的把戏吧，到死都能戏弄那帮老顽固，也算是了了佛传的一个心愿。这个才是佛传大师。你本来就打算告诉我吗？再管用的把戏，也不能拿来骗他爱的人。我的羽毛还在你那儿。我以前听老人们说过，这世间的任何事都阻隔不了相爱的人，连生死也不能。它会化成人间5月的风，7月的雨，再回到你身边的。你也相信这些啊？但凡信一点，都会好过一些吧。是啊，这人间的风雨，总是比这一抔尘土让人好受些。谢谢。但是佛传他已经死了，他就在这儿，化不成什么风雨。飞象，昭都将要举行比生仪式的消息已经传出了昭都。什么？各个封国已经颁布了消息。这帮老家伙，去吧。
现在各封国都在盯着你，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500年来，袁氏以神血之脉的地位，统治着整个宿川。无论各国有多么激烈的战争，袁氏在昭都的地位都不可撼动。神选之王的身份，就是维系宿川平衡的最后一股力量。那我不是刚好可以帮到元一？人们为什么会敬畏神主？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主，没有人见过，就没有人质疑。神主只是一种象征，一种震慑的力量。在宿川，没有人敢取代元一，因为他背后有神主的威慑。比生仪式若是成了，不是更能彰显神主的威名？这会比你所说的象征更有力量吗？不，你不是个象征，你是个真实的人，看得见摸得着。一旦被人击倒，那么随之崩塌的就是几百年来对袁氏的敬畏。如果袁氏的地位被颠覆，整个宿川的虎狼们就会倾巢而动，这才是神陨之后最大的灾难。你说的这些，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对吗？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比生一事？我一直都在阻止元一去寻找神主。我甚至怀疑过，你是大祭司或者竹溪耍的把戏。可是，我想看看元一的选择。我会成功的，谢谢你。别搞错了，我并不是在帮你。如果你在比争仪式上不能证明你自己是神主，不能让全宿川的人看到足以震慑他们的奇迹，我只能为了袁氏，为了宿川，把你当做一个骗子而处死。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这些跟元一和我讲的，跟我自己想象的都截然不同。我被地火灼伤，被竹溪追杀，好像都没有现在这么害怕过。果真和我爹说的一样呢。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就是神主。神主，神主不过我的手了！哎呀，我想你，太想你
云龙。有点神主的样子了。你真的没有骗我？嗯。能够接受我的世界，果然非常不一样呢。要是我爹也能看到就好了。安上。给我的。啊。大小合适。嘿嘿。哎呀，这平亭还是有好人的哈。老先生，您对我的恩情，我都记下了，将来我一定报答。好，说定了啊。啊，对了，我还想问您个事儿。昭都您知道吗？想去昭都啊？啊，那可远了。啊？昭都怎么走？您知道吗？不错。啊。你干什么呀？这不是平亭打招呼的礼节吗？跟鬼打招呼呀？不是啊。那您刚才这是？你不是说要报答我吗？我的饭不能白吃啊。哦，这饭要钱，是吧？哎呀，我现在没。老先生，这是我们支火的滴血石，这在平亭连个馒头都换不上，没人会要。那你要什么？快点，快点，对，往里丢，丢，好。好，淘点水，淘点水，淘点水，那个水。老先生，您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助气。勇气已经离他们而去，人们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战斗。昆吾的骑兵如同沙暴一般席卷了西境，仿佛马蹄扬起的每一粒沙石都是一支利剑，刺穿了每一位宿川将士的心。鲜血如决堤般的河流一样，从袁前帝的伤口中涌出。但是袁前帝依然持剑不倒，他知道，只要昆吾的铁蹄踏过了他，就将踏过整个宿川大地。神主将整条怒河托在手上，将怒河水化作鱼水之剑，掷向昆吾人。沙遇水成泥，凶猛的昆吾骑兵成了泥沼里的困兽。袁前帝手中的王剑，没过神主的力量，熠熠发光。
勇气又回到了每一位将士的身上。这就是神主，这就是神主的力量。爷爷，您这耳朵里塞的是什么呀？啊！我说您这耳朵。看看，你刚才说什么？啊？啊，没事。这当年平平第一铸器师的封号，真不是浪得虚名啊！任何一块普通的石头，通过它，都能够分散出50发。哎呦，真是个好物件。哎呀，可惜呀，您只能为我做这一把。你要是喜欢呀，小意思，我给你做50把。50把？真的？您那孙女儿她能答应吗？我看这把也是您偷着做的吧？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兄弟。算了吧，您那孙女儿我可招惹不起。别人就是跪着求我给他们做，我都不做。今天你找上门来，说明咱们有缘分。你这推三阻四的，一会儿做一会儿不做，你这斗蛐蛐呢？不，哪敢哪敢！即便是您孙女不找我麻烦，可是您老人家的身体，我怕。不碍事，我有帮手。哎呦，您老竟然收徒弟了！哎，小心点，小心点。不是徒弟，打杂的。怎么样啊？行，只要是从您这铺子里出来的，我每把都给2枚金日，怎么样？2枚金日，我也没那么值钱啊。什么？一言为定啊！100个金日，50把。但是要先交定金啊，先交那个不是，先交5成。成交。是不是太累了？没有。玉石嘛，知火也有。好看是好看，但是不结实。我真的能让这把剑变成无坚不摧的王者之剑吗？现在的你还不行，日头正好，你却已经东倒西歪，瞌睡不止。比生仪式可不是闹着玩的，容不得你再使什么把戏障眼法。你要是失败，连我都救不了你。你这是在教训我吗？摆起天子的架子来了，还不是你讲的这些故事太无聊了？故事？你觉得这些都是故事？不是吗？这些，还有那边那些书，不都是故事吗？我刚刚听你讲了半天，什么助天子征战，帮天子退敌，为天子疗伤，赐王见神力，这来回来去的，不都是只有神主与天子的故事吗？神主与天子本就为一体，是守护苏川的根基。可是你的这些故事对我一点用都没有，就像是在知火，随便抓一个老人就能跟你讲上一大堆知火勇士和地火搏斗的故事，一晚上都不带重样的。可是没有一个故事能够说明白，地火是因何而起，为什么500年不灭。
你的这些故事也一样，他一个也没有告诉我神主究竟是如何而来。有时候，知道缘由也不一定就能解决。老先生啊，您还真是个助气师啊，还挺厉害呀。你也懂这行啊？我不懂，不过我们族里有人懂，但也就是一些修修补补的手艺，祖上流传下来的技艺都已经丢得差不多了。是啊，上古之火族是出了不少了不起的淬炼和助气之术啊。那个时候的锦石城啊，是我们这行所神往的地方。嘿嘿，现在虽然技艺丢得差不多了，但是还流传下来好多先祖所铸之器。我家里的那把火牙就是先祖留下来的。等我找到闺女，我们就请您跟我们一起回知府去看看，家里好多先祖留下来的东西，您看了肯定喜欢。我不稀罕上你们那个罪孽深重的地方去。啊？什么罪孽？啊，你不明白，跟你没关系。来，哎，别，老先生，您不能这样，您救了我，我已经是感激不尽，给您干点活是我应该做的，这怎么好意思收您钱呢？肯定不行，肯定不行。这不是给你的工钱，上对面的铺子去，给我买2坛子酒和1只烧鸡来。记得找钱啊！哎，把这个带上吧啊！遮着点，你可别想跑啊！你要是敢往旁边多迈1步，我就立刻大喊大叫。你的脑袋也值10个金日啊！你是跑不出平平的。你知道我是谁啊？当然知道了，否则我把你捡回来干什么？我上哪儿找一个干活不要钱的人呢？去吧。我知道知火流传了些关于火妖的传说，传说那就是地火的元凶。我爹说了，那些都是老人们编的瞎话，不足为信。但你是不是一直都怕传说是真的？你从小立志熄灭地火，就是想证明你娘亲和火药没有关系吧？瞎说！我既然是神主，我娘怎么会是火妖呢？都说了，无稽之谈。是啊，都是些无稽之谈。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我想知道的太多了，神主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是我呢？神主又是怎么来的呢？也是神主生的吗？如果我娘是神主的话，那我娘的娘呢？我爹就是个普通人，那神主和凡人也能生下神主吗？我从来没想过神主的生育问题。这么严肃的问题，你脸红什么？我只是没想过神主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生育繁衍可是大问题，知火人数本来就不多，灭火又容易死伤，如果不注重人口问题的话，很快就没人守护宴席墙了。像我爹这样只生我一个女儿的，倒是绝无仅有了。不过，你们皇族的人倒是一点也不担心这个问题啊！难怪神主几乎灭绝，就连袁氏也只剩你一根独苗。对不起啊，我一时口无遮拦。怎么了？没什么，只是觉得你说起这些，突然精神起来了。哪有？不过你说的也对。今天早上我去扶一个跪拜我的宫女，我就轻轻地碰了她一下，她就激动地大喊：“这是神主赐福！”
好多人都围着他，想去碰他，想分些我的福泽呢。神主可不是凡人可以轻易触碰的，自然珍惜。小时候，族里的那些爹娘都不让他们孩子跟我玩，他们对我都避之不及，说我是不祥的妖物。唉，因此，我爹没少跟别人打架。他还骗我说，那是在跟别人练功呢。不用多久，整个素川就会重新认识你。到时候，我带你去看你娘亲。家主，昭都来消息了，大祭司给所有的天骑们都传了消息，不日将举行比升仪式，宣告神主降临宿川。这么快啊？这个玲珑，还真是不辜负我对他的期待啊！家主也相信这种事吗？宿川可有500多年没举行过比升仪式了，这还有人相信这一套？所以我们才要好好的支持一下我们的小神主啊！大祭司寄往各封国的信，臣派了几队灵牙卫去劫，但没能全部劫回。比升仪式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各大封国，那些诸侯定会以此为名，特地来昭都查探神主的虚实。我不怕，以往我下诏都没人来昭都朝见，这不正好？我需要这样的时机，来向他们彰显昭都的力量。飞天，我们找到神主，不就是为了这一日吗？原来在君上的眼里，他就是昭都的力量。飞天，我感激你为袁氏，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是你我都清楚，无论如何经营，你我都改变不了昭都被孤立、袁氏衰落的事实。可玲珑就是一个契机啊！相信我，我们会证明给你看。整个宿川都是君上的，君上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臣受先王之命，为君上安排帝师，习史书兵法，治国王道，为君上整肃朝廷，肃清乱臣。不管昭都以后发生什么，君上有任何的想法，飞天都会一如既往，不负所托。可是，我仍会怕你对我失望。臣是月灵族人，君上知道，月灵没有神主，只有君上。若君上真的在意他，先好好想想如何保他不死。过不了比升仪式，君上就只能亲自送他上断头台。飞天，这里是我的昭都，玲珑是我的人，谁都别想伤害他。你快去准备准备，今天商会的那帮人，一准又要过来闹了，还得应付他们，真让人头疼啊！
比胜一事这么大一件事，平江侯一定会借此名义又大肆敛财呢。商会那帮人这些年已经被平江侯各种巧立名目的税捐压得喘不过气来，都一心等着家主您娶了银家的姑娘，靠着银家的尊贵名声支持商会，抗衡平江侯呢。那兄妹俩呢？按照家主您的吩咐，逛平亭城去了。从魏生燕家往外看，这里就一块豆腐大小，没想到身处其中，才知道竟然有这么多人，这么热闹。辉月岛的乡亲们总说平亭大，可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大。你说这里这么大，我们怎么才能找到糊涂仙？那要看魏生燕是不是个守信之人。魏生燕，尹庄啊，你有没有想过，魏生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钱的人啊。可我们住进威生府这么多天，连他一面都没有见过，你不觉得奇怪吗？这几天我看到新鲜东西太多了，我都顾不上想他。哥哥总觉得，你跟他的婚事，我们还是稍欠考虑了。哥哥，你就不要瞎想了，父亲决定的事情一定没错的。可是父亲已经去世了。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嫁出去，对不对？我就知道。可是，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呀。很快我就会老了，到时候我就嫁不出去了。胡说！怎么是胡说呢？这就是事实。女孩子就应该在她最漂亮的时候，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风风光光的嫁出去。你看，这里是平亭，全宿川最富裕的地方，也将是哥哥要征服的地方。哥哥，我只是赢家的一个女儿，这辈子富足安康，不给家族丢脸就足够了。可是哥哥不一样，你是赢氏的长子，身上肩负着兴复家族的责任。你还记得娟娘在渔船上说的话吗？这里是平亭，不再是辉月岛了。所以啊，你也要学会把我交给别人了。好看吗？好看啊！走，那个公子长得真好看。你看平亭的女孩子多可爱多漂亮，所以你也要学会眼睛可以看看别处哦。我知道了，走，陪你逛街去。您看看，这些都是上好的布料。哎，这个不错呀。行，您看看。那要不再看看别的？还有这个颜色的，花纹都不错。这花纹我不太喜欢。还有这边。哇，哥哥，这些料子好漂亮啊！这要是织成衣服，该多美啊！就挑一块，我给你包上。行，我再看看其他颜色啊。你再看看这边。好嘞。姑娘喜欢这块料子？姑娘好眼力，这块料子全平亭只此一块，已织好成衣。姑娘，试试。不太合适吧？你已经织好了成衣，一定是有人订了。没关系的，姑娘不妨先试试。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这儿还有其他样式。喜欢就去试试吧。
去把这成衣拿出来。是。好看吗？哎，哥，我只试试，不用买。啊，姑娘不用付钱，这原本啊，就是为姑娘做的。什么意思？这画像上画的是姑娘吧？这是……啊，我们店里每一种料子都按照姑娘的尺寸做了一套。不光是我们，几日前，平亭所有的店铺都收到了姑娘的画像。姑娘随便逛到哪里，不管看上什么衣物首饰，都有按照您尺寸备好的。难怪这么合适呢。这些都是魏生燕安排的吗？啊，是的。没想到她这么细心。姑娘，要不再换套头饰，这样会彰显姑娘更加的漂亮。好。衣裳呢，您收下了，这剩余的布料啊，就拿去销毁。哎，不用了，这样太浪费了。魏生燕是不允许其他人穿与姑娘一样的衣服的。魏生燕，你说是什么时候啊？快了，快了！现在平江侯就差他自己到我钱库里拿钱了。是啊，魏生燕，这1年多来，平江侯不知用多少名目，从我柳氏商号里拿了多少钱。今天，昭都不知抽什么风，要搞什么毕生一世。哎呀，这平江侯还不知道要用多少钱去昭都孝敬神主呢，你可瞧着吧。哎，神主乃是宿川守护者，不可妄言啊。什么守护者？他要真能守住我的钱，我还叩谢他一声神主。几百年前的古董传说吧，我看这袁氏也是被诸侯们逼急了眼，挖空心思想要立威罢了。哼，说正经事儿，别瞎扯别的。问你话呢，你说，到底什么时候娶银氏的姑娘啊？其他铺子不去光了？不去了。每个铺子都有我的画像，再这么下去，他们得毁多少东西啊？这个魏生燕，再有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啊！回头我好好收拾他。比生一世，什么是比生一世？哎呀，比生一世就是神主重临了。尽是些胡说八道！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神主啊？有的，我爷爷就说了，我们家祖先就是神主的侍从，还说这以前天晴还是下雨，全靠神主一句话呢。什么真神假神的，还能管咱们吃好饭喝好酒？哎，这说的就不对了。据说啊，神主重临要出大事了。哎，那些做坏事的人有报应了。走吧。玲珑做到了，他获得了昭都的认可。是啊，不过最后还要看比生一世呢。神主重临，袁氏复兴，哥哥在重振银氏，重现上古宿川的荣耀，感觉就在眼前了。你看周围这些人，哪一个还在乎上古的荣耀？我们的路还长着呢。玲珑在昭都，应该也挺不容易的。我们得尽快找到胡图喜。你看，虎图心已经被竹溪通缉了，那现在不是很危险吗？银庄，你先回去吧，我去打探清楚。哥哥，你今天怎么让我一个人回去啊？你不担心我了吗？你看那2个人，是魏生燕派来的，他们已经跟了我们1天了，他们会护你周全的。那你路上小心一点。魏生燕，你可是答应我们的，依附银氏，掣肘平江侯，我们才出巨资入股你的商会。现在
人都到了平亭多少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看是不是人家银氏不愿意嫁给你啊，魏生燕？你是不是拿银氏做幌子骗我们入股啊？虽说银氏今非昔比，但毕竟是宿川最古老、最尊贵的姓氏。俗话怎么说来着？这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瘦死的骆驼那也不吃狗食啊！你可闭嘴吧！读书少就少言语，只要是个人都比你会说话。你不就眼红魏生燕娶了银家的姑娘吗？你别在这瞎掺和啊！我这也是为了大家好。在座的多少人心里没底儿啊？对不对？毕竟那可是银氏的姑娘，银氏的姑娘你们知道吗？啊，你以为那是窑子里的窑井，花钱就能买了？那银氏毕竟是名门贵族啊。但你还真别说，福烟楼有个小妞，那真不一定比银氏那姑娘差呢。那小脸蛋嫩的，还有那小手。家主，家主！魏生燕，这些都是你商会的朋友们吗？最近天干气燥的，去把我从辉夜岛带的绿茶拿过来，给大家泡上，让他们尝尝。是。银庄小姐，银庄小姐好。不好意思，打搅各位议事了。只是我和我哥初来乍到，这些天承蒙大家的关照，还没有机会去一一拜访大家呢。不敢不敢，是我们冒失了。那既然如此，现在是给些时间让你们继续商议你们商会的事情呢，还是留些时间让我们俩来商议商议我们的亲事？各位，那就恕不远送了。银庄小姐，快走吧，漂亮。走。哎呀，别看了，再看轮不上你。真漂亮！哎，太漂亮了，比画上的美人还漂亮呢。哎，还是去福烟楼找你小妞吧。我的生命里曾如落花般将消失殆尽，直到你给予我一次恍若梦境的相遇。也曾有亲密，也曾有遐隙，回首看看我们一路走的克服的一切，于是更想做朵花，下辈子某个春天开在你身边。Say怀疑自己还不够强大，不能将你的微笑守护得完好无瑕。就像我有时忍不住毫无来由的害怕，习以为常的阳光有天会毫无征兆融化。如果这世界上不存在永远的话，我只会更加感谢相遇那一刹那、那一刻、那个地方、那个你施下的奇迹魔法，无论何时都能孕育新的轨迹啊！除了爱，还有什么能让我变得坚强？若不是相信，我怎么可能冲出迷茫？你留下的每个印记，仍将我心底照亮。时至今日，人们不去一点光芒。是何等幸运，才换来此时萍水相逢；是何等幸福，我才再次取回了笑容。怀着感动，怀着棒的冲动，才有勇气重新踏上旅程。我的生命里，曾如落花般将消失殆尽，直到你给予我一次恍若梦境的相遇。也
曾有亲密，也曾有遐隙。回首看看我们一路走来克服的一切，于是来世做朵花，还是陪在你身边。潮落潮升起，花开花又落，人也有散聚，是命中注定，早晚接受世界运行规律。是你所赠予我当下这一刻，是你所留给我的宝物，让现实变温柔。所以我要活着，要灿烂的活着，做你的花朵。